我小时候的英雄偶像谁呢？我第一个文学大仲马。怎么这样式儿的啊？要不你文学家呢？我都差点说出《流星花园》为什么大家就爱拍那个东北的戏？东北女性是东北叙事里必不可少的角色。当然了，哪的女性都是哪的叙事里必不可少。家庭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个什么？那么多人爱我们，他们怎么就是完全的反派呢？我觉得，但是情感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么复杂的。我好长时间没聊这么多这么深入的天儿了，大脑萎缩了有点。好，开始。开始。咱们今天什么流程？咱们今天自助啊。行，我们这个节目叫什么？三连好好看啊！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三连好好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太好了，哎，著名作家双雪涛老师，著名演员蒋吉明老师，以及我本人全息人岳杰老师。哎，非常开心啊！今天是我们飞行家的专场。今天我们给双师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主持工作。哎，这就传给我了。对，你来吧，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你开始主持吧。好。这部电影吸引大家加入参演的动机是啥？吸引我就是因为我一直非常喜欢双老师的作品，尤其飞行家我也非常喜欢。然后找到我肯定是一蹦3尺高的就加入了这个创作当中。当时给你看的剧本还是就是那个哒哒哒的那啊，对，很丰富啊，就给我镇住了，然后马上就同意了啊，立刻就是说行，咱们就，而且还是在我家达成的这项这个。对，确实是，雪琴答应的特痛快，当时是坐在我的沙发上，很开心。那蒋老师呢？我也看了那个小说，导演找我的时候，我又重看了一遍小说。我说我期待一下子那个原版是怎么，看到了，然后就看到了哒哒哒，就哒哒完事，我俩就沟通了，说你看着哒哒没？我看着了，这咋回事啊？对，那会儿这是双师同意的吗？对，因为结局不一样嘛。对，我们对就是那个。风格其实也不太一样，然后后来又回来了，情节上又往原著上靠了靠。这个事儿呢，我就去这个跟我的朋友们，就一些导演啊什么的，就说我可能要去拍《飞行家》，然后他们说，哎，那个男主角谁演呢？我说你们觉得是谁演？大家都跟我说应该是蒋老师演，是吧？行业内的朋友们听到说有《飞行家》需要一个男主角的时候，得到的第一答案，一致统一的答案，对啊。结果真就是，哎，你看，大家都是眼光都是很一致的。是我当时跟小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还没看过他演戏，然后后来我第一个看的就是《漫长的季节》，然后看了他那个话剧，那个杂伴儿，对，那个戏是讲了一个独角戏嘛，也是自己一个人得把这个人物通过表演语言给他捋明白，就说明这个演员有创作能力嘛。他在你等于是。多了一个创作者，而不光是多了一个表演者，你会有这种期待，对。我期待就是听到雪琴还有老舅来，因为我也拍过像就是宇宙那样跟很多，他就是都不是干演员第一回演戏那个，但是它是伪纪录片的形式，但这是一个电影，就是还是存在叙事里边，但是我身边的全是像老舅这种。非常天赋怪，还有天赋秉异的这种怪人，我没演过东北人，就会说话的，但是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是对，开始咱就摸语言，母语，你们是母语。我说的语言有的时候它不光是语言，它其实是一种对这个地方的了解。对，就是你生活习惯和语言习惯是相辅相成的嘛。对，而且语言其实也是一种这个地方人的思维。没错。对，其实是这样。那这个角色本身，你觉得他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就李明奇这个人。就李明奇，我觉得首先他不是一艺人，他不太好说，然后就是他的表达跟他的行为动作其实不是特别匹配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东北人的这个黑土地的这种特质。我第一次了解东北，就是说我们那边说你长大了，你变成男人了，表达都是很含蓄的，说你大老爷们儿，你现在是爷们儿了，所以我才能感觉到那种男性的那种感受，是我非常期待去诠释的。我没有演过那种角色。是的。如果让你们向没有看过电影的人来用一段话描述这个电影，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讲来吧。因为我们主题是跟梦想有关的，跟飞有关的，跟理想有关的，但是他的情感是含蓄的。
但是东北人呢，其实又是热烈的。我觉得，但是情感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么复杂的。就像我说，我演李明奇对刚刚那个问的一个问题，说你觉得哪个阶段是最难的？我觉得第一个阶段是最难的。就挨我岁数最近的，因为首先我语言没有变成一个那个思维，我还在训练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是我没怎么见过那样的东北人，我见的东北人其实都是后期，对，像我这种中年东北人，这是我见的比较多的，就是他的那个语言习惯，其实最开始要飞那李明奇完全就不是一种，或者说不是一个物种，那个是新型东北人，那个是我意识里的东北人，所以就是我觉得。包括我们两个刚刚说有记忆特别深的一场戏，我说要去当销售那个脚蹬裤，然后他说你这怎么着还得10万，然后我说你就不冷，他说你别着凉了，我说你别着凉了，你别冻着了，你别冻着。他其实用一个非常强烈的话告诉你我在关心你。对，我觉得情感是这个电影就是那样的元素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你觉得电影中比原著对你来说更好的，或者是有遗憾的地方吗？我觉得小小说的时候我是17年写的，可能是当时在北京写的。我觉得文学有一种有一个失败者的谱系，就失败者的形象在文学的这个长廊里太多了。就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其实把失败者和一种幽默的东西能结合在一块儿。但到了电影里，我觉得我可能一个年龄在变，另外一个我是觉得我想把一个失败者调成一个普通人。就是那个小说那个结尾的力量是这个失败者想再次成功，但是他其实那个是一个幻觉了，已经是，对吧？他最后那个飞其实是不可能成功了，已经。但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他还是有可能有成功的瞬间，伟大的瞬间。而且一个普通人他没有像失败者那么锋利了。他会有很多他害怕的东西，他有很多他牵挂的东西，他有很多他在意的情感，但是他还是很独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最后他那一跳我还是感动的因为他这个跳是3位一体嘛，就是他的个人的追求乐趣吧，但是他对家庭的担当，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价值观伦理观的一个实现，他等于在这一个跳里边他把这几个事儿全给办了。你能看到他跳出他带着广告的时候，他其实对这个商品化的社会他其实也有一个表达在里面。对，我觉得就是以往我们看一些很理想主义者的电影，他的周围他的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反派对，我们老是能看见他的亲人、他的朋友、的爱人都成为阻拦他实现梦想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对，我们这个他周围有很多人支持，我觉得这个更接近一个普通人。你说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那么多人爱我们，他们怎么就是完全的反派了呢？这个改动我也是让我觉得很温暖的。我跟你说的真的是很好，是不是？真的是很好。就家庭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个什么？就是它同时它在规训你嘛，但同时它又是支撑你，对，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我在录眼里的时候，我说观众有去看第2遍，而且我经常看到最后一跳，我是心酸的。他那么奋力，其实也就维持了一个正常生活，对吧？要本来到悬崖底下去了，已经下去了，他不是要奔一个更高的事儿，他是已经都坠落了，他把他给拉上来了。我们这个电影它有复杂的人物关系与人物情感，包括不同年代的时代背景的变化。然后就刚才双师说，这个家庭它既支撑着你，同时可能也在规训着你、束缚着你。这个因为今天这儿有个气球，这气球呢有一个砝码的下里面就有一个家庭，因为这就是正冲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家庭，这个气球就会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但是呢，有这个家庭，这个气球又被绑在了这里。不光是家庭，你这人的一生有很多东西都承担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气球。今天我们这里有关系、精神故乡、时代、家庭和什么和感情。每一部分应该有一些关于我们电影的问题。然后再抽一个啊，这5个是。关于刚才是关于哪个的？我看我是狼人还是猎人？看看，报你的身份吧。这么难的问题，看来是个平民怎么说？对雪琴和双雪涛来说，从地理层面和情感层面，你们觉得现在距离东北有多远？身上的东北基因会在什么时候觉醒？有哪些正在淡化？哎呀，这不是平民问题啊，这挺难呐！哎呦我的妈呀！要不你先来个别的，你就来这个吧。东北是精神故乡。东北是我们确实，我觉得距离就是
就是北京到东北的，就到沈阳的距离嘛，对，100公里其实。对，就家乡800公里呗，是吧？就是，其实我觉得随着过了40岁之后，其实那个东北的那个东西，它倒变得挺强大，在我身上。我也觉得。刚来北京的5、6年，其实我觉得自己，在混合很多的东西但是但在东北的那个东西又来，在40岁之后又来作用到自己的身上包括你的思维方式，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还都会某种层面影响我。我每次回到东北，我还是觉得东北跟我的成长的地方已经变化挺大了。就记中的很多地标也就没有了嘛。其实也是我在失去故乡的一个过程所谓那个些对我影响的东西，可能都是我青少年时期建立的但是还有一个东西是我的语言是不可能改变了嘛对你这个口条就是这口条我感觉很难淡化，因为咱俩都属于那个普通话没太学好，没太掌握，对，还是这么多年还是这个东北话。一旦你说出这个地方的语言，我就感觉它就在身上，就没有什么淡化的时刻。记得我今年上半年我去了趟伦敦，然后我其实英语特别差，你知道吧？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我没夜想喝酒我给你论那英文嘛，是吧 ？beer 倒赶紧倒，但是你在说蹦英文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在变化，对，你就说不同的语言，你会变。对，就是这个小蒋也说过。这个小蒋，要不你也唠2句？你现在回广西多吗？不算多，但是我觉得东北情节，我觉得这种词儿只会出现在东北身上。为啥呢？可能是我跟我生活环境有关系。我生活环境是一个那种小戏曲团体的那种大院儿，它不是一个说就是什么共和国长子，一大部分人都是从事一个工种。我记得你跟我说你父母都是唱，都能唱。对，但是他的那个曲种不一样。其实剧团跟剧团之间的沟通其实也不会很，所以他俩不是一个剧团。他俩不是一个剧团我们那儿还有彩调、广东粤剧，然后壮剧，但是每个戏的戏种不一样之后，它相互之间只是吃饭、喝酒、聊天它跟所有的一切因素不太挂钩。对，所以我上次去那个路演，我看到东北老铁们就是说我要复兴东北，我要怎么着的那种情节，是我很难看到这个。我感觉可能也是因为东北比较特殊，是我们很曲折吧，对，大家有一些这个情节。我觉得东北就是我父母那代人，他们经历的这个价值观的更迭太多了。就是说从这个上山下乡到市场经济，到后来这个所谓互联网时代，手机，就是这个转变，而且它每一个转变都是价值观的大的变化，对，巨大的是。就是我之前也采访他，就说你觉得为什么大家就爱拍那个东北的戏？我说可能东北的故事里，你从一个人身上能够看到时代巨大的变化。真是，因为我们有很跌宕的一个太跌宕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情节在变得强烈，可能就是我小时候自己可能不会振臂高呼说我要振兴东北。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要振兴？从写书开始。不是我不是我。就这种我是很难喊出来吧对，就是你觉得就是这跟你连接特别强，而且你只想去表达。可能是最近5、6年的一个大家的这种感受，就这种很强烈的希望让自己这个地方更好的这个感受。我当然是一个东北的孩子，我永远希望东北更好。但是我可能就很难站起来这么说，就是我不是这种。对，你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时代转折对一个人命运最直接的改变是什么？那这不太多了吗？比如呢？比如我从小到大有很多同学都比我厉害多了，有的很有才华，有的非常优秀，有的体育极好，但是后来都不知道就没有兑现自己这个天赋也不知道其实在哪一个时间点出现了变故。那你们有这种被时代现在这个迅速变化时代就是推动的感觉吗？有不适应的时候？我这个讲可以说，因为我觉得蒋是一个有自己内心节奏的这么一种人。对，你会觉得外在现在这整个变化，大家这个速度还有推背感太强。我觉得我是有的，就
但我觉得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我跟就是那个哥们儿聊天，就说什么故事是非讲不可的啊，就你非得想表达的，因为现在我说我很难让借角色口说我想说的话，而且这么快的这个往前走的速度下，你没有办法去碰到如此匹配的角色。我说那非讲不可有什么？我俩想了一夜，就自己非讲不可的东西。对，我俩啥也没讲出来。就是我觉得还是这个推得太快了，我们意识到可能我们也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想的也太快了，其实可能很多当下的自己的一些小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很容易被带走，所以我们的反思就是自己跟自己唠一唠，唠一唠啊。对，但有时候我就回想说，我说我跟自己唠一唠，在这个环境下，其实我很难推进到答案的那个地方，我可能我一提问了，我就不敢往下问了。我就不敢去产生对话，我就卡在那儿。那你会觉得这1-2年工作多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个焦虑吗？焦虑，我觉得焦虑是好事儿。焦虑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完了，开始焦虑了。但是其实它待一段时间之后，你就适应它了。它那个量，那个焦虑那个体积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是可以接受它存在在。因为我觉得太快乐是。太精神，是这个地方就动不了了啊！太精神，太精神！你每天你就纯享受阳光、晒太阳，你每天这么快乐，这个有时候可能就停了。就你跟焦虑适应之后，这可能它就会转一转过去。你会有吗？在创作的时候会有这种，就时代太快的感觉？你这技术更迭了之后，你拥有了一个随时的一个播放器，就是手机之后，你肯定是一切都变了。因为我写小说，其实文学面临的挑战非常大，尤其在这1-2年里边，阅读的区域其实在萎缩啊。我能感受到这个东西，就是在我的成长的年代里，尤其18-19岁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想追求某种价值层面的，就爱讨论这些玩意儿，爱唠。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娱乐性的东西变得更主要，大家还是希望自己的时间能度过的有意思，所以阅读就变得很不娱乐，这个变化比较大。因为我感觉可能大家就是现在白天太累了。太累了哈，工作太累了。我就是他白天那么繁重的工作之后回家，你让他打开一本严肃文学在那读，其实是挺累的。但我觉得我也不是说读书是一个那种习惯，我的感受好像是它是我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对，就比如我看到类似的一个作家，我看那个前段时间就看那个史铁生一谈，我就觉得我以前没看过。然后我就翻，太感动，对，太感动了。我说啊，还能这么解决问题。然后我翻就很短篇那个，我在21岁那年，我是靠友情度过的这些东西。对，哇，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整个感觉公园也很安静。对，是的，对，就整个城市也很安静。这个，但我现在好像就觉得我特别浮躁的时候，我会找一些我觉得不错的文字，然后去看一下，让我能稍微安静一点。下一个问题啊。东北是一切故事开始的地方，在这个故事里有没有某个时刻或某件事让你感觉小时候也曾经发生过？我在工厂长大的，也不能再长大，我在工厂还住过2年，等于是人家下班之后你就住到人家那个办公室，就睡那沙发上。我记得是不要钱嘛，但是我有很多年没回工厂了。你自己拍戏，我一走进工厂那个就那个气味儿，一下就上来了，这劲儿。你一看啊，这就是我长大那个劲儿，它那个机油味儿，我从小就闻那个机油味儿，我是特别恶心。因为天天闻，你知道吗？然后这个一边闻一边写作业那种。然后这次我进去一闻，太好闻了。很多就是你忘掉的东西，它就回来了。所以拍这个戏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很疗愈的过程。我是对那个给那个老丈人擦背的那种很有感触。就是以前像爷爷奶奶去世啊什么的，就是谁守在身前就给老人家敬那个身子嘛，就没有什么性别之分，就要让你干干净净的。我妈就是一个，包括我奶奶对我爷爷妈妈的照顾，或者我爷爷对他妈妈的那个照顾，就是这种感受是很强烈的。我好像我回忆了一下，我对那个外屋地，我不知道你们管那厨房叫外屋地，我们当时我们叫外屋地，外屋我们这外屋对，就是厨房，对，上外屋地那个就是这块是厨房，完这块是炕，
啊，对。这个厨房呢，你做饭能看着炕，但是这种是我儿时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画面，大家都在厨房里忙活，但是互相也听不见。这个词儿我好久没听歪五地是不是？我觉得东北话多消失了，对，消失很多，会消失很多，而且很多时候就是那些词儿不用了之后，它就。对，你现在学的东北话，其实已经是相对普通的东北话了，新东北话，对，已经是纯净版了。我小时候对东北印象就是赵本山老师，听不懂就是跟着傻乐，他的语言节奏就是非常有代入感，这是对东北的第一印象。那个小品，比如在春晚演完，第二天上学全是这个，对，全是背，到时候都背，全是背的倒背如流。对，到学校我们也唠这个，然后后边回忆起来，就是你知道那些词儿啥意思吗？就我们就一个人一个答案，没一个对的。没有，但你们也会模仿的，就说两句。我们就显摆嘛，说就是你南方小伙，你只能听懂广东话或者西南官话什么的，你东北话这些词儿你能听得懂的，有感染力多强。那个时候，你们那个时候可能是不是那个到那边去的东北人还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啊，我们那儿不会往东北跑。都上哪去了呢？广东话，我们那现在可能是走哪儿都能遇见东北人，现在是一个。行，那我们聊一聊关于家庭的问题啊。在《飞行家》这个故事中，家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啊。其实无论从那个我们看到的影视作品，还是互联网上短视频，还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其实能感觉到东北的家庭氛围是特别重的。对，就感觉好像东北人把家庭排在很优先的一个位置。是不是哪中国人都挺重啊？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对没有发言权呢。福建的、广东啊，或者人家那边更重，都很重啊。对，福建是非常都很重。对，其实对那边是家族，还不像咱是比较小型的这个家庭，那边是大家族哈，就是几百人。你是在个大家庭里长大还是小家庭？我觉得咱们这一代就是独生子女了，我姐姐哥哥都是独生子女，但是我奶奶是4个孩子，那我就如果这么算呢，我算在大家庭里长大，我在我奶奶身边长大，就是那走动的多不多？多，就是因为我对有一个比较那个挺特别的事儿，就是我出门之后，因为我从小是我姑姑也带我，然后我跟着我爷爷奶奶长大，那我出门之后呢，我就这些人我在我认知里就是我的亲人，但我长大到大城市，我一聊天，我发现人家管这叫亲戚。他说这是你家亲戚，我说这怎么能叫亲戚呀？这是我的家人。就亲戚说远了感觉。对，我感觉我们没有那么远。就是他们说7大姑8大姨，我说这都是我的这个家人，就是从小这是真是带我长大的。是的，我是这种大家庭长大的。是的，我们那小时候是平房，其实那种桂北。它其实，你像什么波棱盖儿，我们在桂北的地区下雪的地方叫菠萝盖，菠萝街就是你们。嗨，你这还就菠萝盖也叫菠萝盖。其实我之前一直挺好奇的，就是你说广西方言怎么会跟其中一种方言怎么会跟就是东北的话隔那么远一样？对啊，为什么会有一些相似的词汇？对，其实我也找不到。但是有时候文化的流通是很神奇的，对，就可能有1-2个人带过来了，就之前我们一帮东北人就学四川话嘛，发现学出来都是河南话，因为河南就在东北和那个四川中间那个位置，就很奇妙。我觉得这语言一勾兑，哎，到河南话了啊，就挺神奇的，我感觉。你也是独生子女对不对？你也是独生子女。对，咱们我比你俩大嘛，我是初代的，就80初嘛，就是80初就基本上接近初代的独生子女了。那其实我们都是没有感受过那种自己家的兄弟姐妹的那种感情的。其实最近不是很流行说那个东北独生子女的含金量吗？这是有啥含金量啊？就是那个因为这个家里面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你一个人啊。但我觉得独生子女还是挺奇怪的这种压力，就是在家里他永远是最小的。有父母嘛，父母就是在权力的阶级上就是比你压迫你嘛。你要有一个姐姐或妹妹，你俩还能唠，结构里还是有个平衡的东西。3个人等于是你就是最弱小嘛。那你是被溺爱着长大的吗？我觉得东北人挺溺爱孩子，挺惯孩子的。在我父母有限的能力里，肯定是溺爱嘛，肯定是惯嘛。是哪种惯着？比如说就是什么都听你的，还是？我觉得还是在很重视教育嘛，就学习嘛，就是只要是能把这个成绩整好，反正什么事儿都可以整吧，就这种就是我父亲他之前就是一个成绩很好的一个学生，但是他最后没有选择考大学，但是等到我出生之后，他就跟我说你必须得考大学，
对，你们家呢？天天从小培养你唱歌吗？不是，我爸他们不让我干这个。是吗？对，完全不让我干。我是高中快高三了，我跟他们说，我说你要不要让我去试一下？最开始我学唱歌不让我学，他说你嗓子没发育好，学就废。这个忽悠你，这是个伪科学啊！忽悠我，然后实在拧不过我了，他就找了我们当地就话剧班的他的同学，说你看我儿子，说你出个题目让他试一试，题目不记得了，然后我就演一下，他们就乐乐呵呵笑一下，然后就说同不同意，然后我就跟那个叔叔开始上课，然后快那什么时候送我到北京培训班上课，因为我们家的那个。我不是被我父母宠大，父母是被我亲戚宠大，所以我其实也是那种大家庭因为我姑妈是以前在那个年代她是做药，在我们那儿她就是收入会比较好一些，然后我堂姑是自己做生意的，所以你家这个大家庭这个对，只有我们家是搞戏曲的，是最不容易挣钱。然后我们家经常就是，比方说我爸演出费发晚了，你就从各个家庭里边。你就能拿到一些粮食油，对，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比如你喜欢唱歌，喜欢表演，你是啥时候觉得自己喜欢整这个呢？我唱歌，我是一出生我就好像就老跟着就晃那种。表演这事儿是高中，说最早是准备当歌手，想当歌手。想那种万人演唱会，还是有基因的这种延续估计是就天生会唱。你看你父亲学习好，你学习也就好。学一般嘛，跟你比好，多少分来着？600多分呢吗？也那肯定有，那就对呀。你看我估计北大也考上了，2003年600多分，人家陷入回忆了。那你们会有在外边工作的时候会有想家的时刻？我主要更想我爸我妈，对，但我现在其实我更愿意他们来找我。我对南宁那地方的记忆更多的其实是剧团的那个氛围就单位的那种氛围，各种剧团混在一块儿。但是我上了初中我就搬出来了，所以其实回去基本上那个家乡情节其实是更多的是跟戏曲有关。他们会跟你表达想念吗？会，我们家庭其实还是很直接，但我想是那种会直接表达爱，直接表达，对，但文字可以，但是当着面说不出来，当着面只有喝多的时候能说。对，那他们想对你表达爱与支持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做餐饭，就我爸妈都喜欢做饭，而且是2种口味，我妈就是广东口味，我爸就是偏贵州，都做得挺好。对，就是做饭。所以你现在也就是受影响，自己也做饭，是因为他俩都会做饭？我觉得味觉是对于我来说最依赖那个城市的一个点，因为我们那儿不像说什么工厂这些东西这么，我们南宁那城市其实从小就是一个融合的城市。我的同学其实来都从哪儿？有东北来的，部队的有东北的，然后可能菠萝盖这么带过去的，对，有可能不是一个像说东北文化那么集中的一个城市。我觉得南宁是。行，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好广泛哦。这个关系它后面有一句解释叫当一个人决定进入人群。哎呀呵，行，这老长了，你来念吧。对，你念一个吧。电影中反复提到一个名儿佐罗，在电影时代背景的那个集体解散、个人原子化的阵痛期里，佐罗像是那代人的英雄符号一般。大家小的时候的英雄偶像都是谁呀？你们会幻想着像佐罗一样画 Z 字吗？告诉世界，这事儿我干的。你还这么一说啊，我小时候的英雄偶像。小时候多小啊！就你能想起来对呗？18岁以前呗。那时候我的英雄偶像是谁？我是那个少年包青天。少年包青天，从小就这么热爱公正吗？谁？什么那个小李飞刀啥的，李寻欢。那李寻欢也不算英雄偶像，李寻欢你说他听他名儿他就不知道谁呢？我小时候英雄偶像，我第一个文学大仲马。哎呦我天哪，怎么这样式儿的啊？基督山伯爵嘛。对呀，那你要说这个梦想与爱与希望啥的，那我有一阵确实是就是靠基督山伯爵支撑那个生命的岁月。
就是无论如何相信明天与希望的这种，就是写的太好了。对，要不你文学家呢？我脑子里我是小李飞刀，你是大众马。不是那个，我觉得在这个可能在这个法国大马跟古龙差不多，是吗？对，就通俗嘛，就连载嘛，连载其实都是通俗作家呀。我都差点说出《流星花园》孙悟空啥的了，小时候感觉没有，咱好像佐罗我都没看过。我也没看过。佐罗我就是知道那个歌，只看过那个擦擦擦那一下，就那下，对对对，正义什么玩意儿，那我都没看过，不知道。对我还是比你俩老一点点吧。你再来一个问题。那你们都是在多大岁数才被社会上了第一课，就是发现那些个人英雄主义完全不奏效了？从小我没有个人英雄主义，我从小我就不想当那个个人英雄。你们男孩小时候没有这种就是这种英雄情节吗？想当英雄这种？我完全没有。你看我也没有，咱仨都属于这个，为啥没有呢？就不想抛头露面的。我觉得跟我爸是演丑角有关。对，然后我妈是乐队，是幕后，是对，所以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对，往后稍稍啊，往后走一走，对。那比如你父母现在看你演的戏，他会给你说他会评价吗？他总结吗？总结，我爸老总结批评啊，是吗？就很具体的那种，很具体的啊，非常具体的。比如呢？比方说他有时候我有些习惯性的嘴，你看你那嘴，你看你那嘴，都歪了。他爸挺有意思，对，我爸老逗了。演丑角的这个叔叔不让别人嘴歪了，还呀？对，这。他当然他不希望我，就作为一个父亲来讲，他不希望我是一个丑角。他可能更注意这个东西。对，他当然希望我是一个1.90米的大个了，就帅。对对他，因为他对我的认知就是这种，他小时候对我的职业规划就是你不可能碰这一行的，就你最好去当一个什么翻译官啊什么。你看你说英文多好听啊，就往这儿引导就一直是这么引导我，没引导过来，没掰过来。对，但是他的丑角的形象在我这儿是非常深根。我记起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爸带我去三江一个民营的一个剧团，去他们家过年，然后我爸就像当地的明星一样，好使。进那个少数民族那儿，因为南宁其实没有那么多这种文化，你得往下走才能感受到那种进去就是你必须得喝完他所有的那个接着那个米酒，你才能进。其实你要喝完这，你进去就没了。对，但我爸菜了。对，但我爸其实他能喝，但是他为了表现出我对我艺术的一些尊重以及那个什么，他不喝那天他没喝。对，然后就再回到那个家里边来了一段。其实我对广西真的最大的印象就是彩调这个东西。但你这个你会唱吗？彩调？我会啊，我杂班里边唱的就是那个嘛。今天来吗？今天不来，来二人转。我也下意识接了一个。问了。哪天吧？哪天吧？这个今天还要聊感情的事。那聊点感情的，你来问我女主问吧。东北女性是东北叙事里必不可少的角色。当然了，哪的女性都是哪的叙事里必不可少。咱就这么唠就完事儿了。我在你从小到大的观察里，东北女性是食物链顶端吗？地位是不是很高？东北女性为什么这么猛？你觉得呢，双师？这个问题我没有资格答。我觉得东北女性地位是很高的。包括在不管是家庭里还是家族里，是比较有话语权的。至少在我从我这个时代开始，我长大的这个体系里面，家里面都是听那个妈妈的，基本上。然后包括妈妈长这管事儿的，对，然后包括这个家族里面的事儿，就是听大姐的，就会这样，确实挺多。对。然后你再看，有时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家庭遇到什么事儿了，你就看张罗的，就是最核心拿主意的，就是有大姐居多。对，经常是女性。但雅峰这个角色其实是在对小说是有一点改动，我觉得就是在小说里，其实雅峰的东西不是很多。对，电影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雅峰上桌了，并且承担了很重要的角色。我觉得这种改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动。肯定啊，你可能你小说要留白一些，不然你说这个李明启这一生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韧的女性的话，怎么能安然的过完这一生呢？就家里面这么多事儿。我看到雪琴定妆的时候那个造型，我就觉得全对有了。而且她演的时候吧，你知道我就
老是就是想哭，但是我不是那个好哭的人啊，但是他只要是他一穿工作服在那个车间里走，我就有点要那个上劲儿，因为他太像了，就是他那个气质，他和那个环境的那个融入，就匹配度很高，匹配度太高了。而且我觉得他自己也肯定有一个比照的东西，比如他有一个他认识的人或者他的长辈，他找到那个感觉之后，他就变成了那种状态。然后跟这环境在一打，他就是会，就他对我的触动其实很大。我老跟他说，对，就是我说实话，因为小说里不是姐弟3人嘛，我一开始啊，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脑里的形象是我二姑啊，真是我二姑啊，就是我都能想象到我上我二姑家敲门，我二姑给我开门说那话以及那神态啊，等到剧本层面，对。她变成大姐之后，我一下就投射到我大姑身上了，真有变化，真不一样。你这俩姑太有代表性了，真的。而她对李明奇这个情感，就也跟小说不是很一样。对。记得我们有一场戏，就是说你这玩意儿还能飞不？对，掰扯挺长时间。当时不还是想要雅风发动这个事儿吗？这个事儿就跟小说就变化就非常大了。就说当这个舞厅真是危急的时候，其实这个女性。他还是在想解决之道，而他的解决之道其实是这个东西去伤害了他的家庭，但他在这个时候他还觉得，只要他能够帮助到我们，咱还得抡他优先级，他有优先级。对，在那个瞬间，我觉得这个人物对我来说是提升了。我觉得人物不能有人一顺撇，他就没劲了。然后你给他了一个强烈的一个情感的支撑，把他顶到这儿，他确实要干。就不是夸赞电影啊，不是，我说这是一个很妙的一个创作逻辑。还有一个就是这里边其实李明奇对高晓松的感情也是很深的嘛。对，他也不是很东北的，有时候夫妻有时候是那种感觉。就我看我的长辈，他们其实有很深的连接，但他们不咋说。是在议会里边啊，有一种风雨共担的那种情谊的感觉，还不是说我们只是爱情关系，我觉得是很复杂的、很坚固的一种情谊。是的。今天聊真挺多，太多了，我好长时间没聊这么多这么深入的片儿了。也有个人的故事，也不听，有点脑袋得转，有点转啊转。我现在一动脑子就困。我就不行了，大脑萎缩了，有点是吧？这咔咔的咋运动？那还得多参加3连的活动。挺好，这样聊挺好。挺都围绕着这个咱们电影这个。咱今天是奔电影来的，这。觉得其实好多事情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就像我没有办法告诉观众为什么来电影院。我觉得那核心就是我们在讲一个追梦的故事，一个有勇气的故事，但是。每个关键词里边的占比是多少？你想看到的是多少？这个东西完全就根据自己当下的那种心境看到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寻找答案，但是不要认为此时此刻的认知就是唯一的一个标准答案。就来看一看，感受一下。哎，你给咱最后再拔一下了。飞行家是一个有很多人的人生的故事的一个片子。我这里面有不同的关系，不同的生活角色，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可能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每个人所处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知道在一个电影中你会共情到谁，你会从谁身上找到暂时的解法，你会因为谁而流眼泪。我希望大家也不一定说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吧，但我希望大家在故事里看到自己生活的一角，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谢谢大家。